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让我哭笑不得的相亲案例，说出来简直是惊掉了我的下巴。这事儿发生在上个月，让我这个从业10几年的红娘都想翻白眼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位27岁的小伙子文杰，在广州某互联网大厂工作，月薪3万出头，有车有房，人长得斯斯文文的，家庭条件也不错。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在现在的婚恋市场上绝对是香饽饽，但是他最近连续相亲了10位大龄单身女士后，竟然说出了宁愿一辈子单身，让白菜烂在地里这样的话。哎呦喂，我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，差点没把手机给摔了。且听我慢慢道来，这里头有多少道道，那可真是一言难尽啊。这事得从上个月初说起，文杰的妈妈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我的，一见面就急吼吼地说，丽姐啊，我们家文杰都27岁了，还没有对象，你可要帮帮忙啊。我看文杰条件不错，自然是满口答应。谁知道这一答应可让我接下来累得够呛，因为文杰妈妈特别着急，恨不得一周安排3场相亲，而文杰呢，倒是配合，每次相亲都准时赴约，可每次见完面回来反馈的内容都让我哭笑不得。第一位女生小林，35岁，某知名外企高管，年薪100万往上。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的要求其实不高，就是希望另一半年薪最少要和我差不多，最好是比我高一些。还有啊，我现在住的是300平的大平层，结婚后要住一起的话，对方最起码也得有这个水平的房子才行。文杰听完就愣住了，问了句，姐姐，那你觉得我现在的条件配得上你吗？小林理所当然地回答，那当然是要继续努力呀。你看你才27岁，正是上升期，我相信你很快就能达到我的要求的。当时文杰就直接对了回去，不好意思啊姐姐，我觉得咱们可能不太合适。我现在的工作强度已经够大了，实在没打算再拼命。而且说实话，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，光看物质条件是不够的。结果小林立马变了脸色，哎呀，现在的小年轻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？我都愿意给你机会了，你居然还这么说。我听到这儿的时候真是哭笑不得。这才第一位啊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。第2位女生更是让我大开眼界。36岁的美容院老板娘，一见面就开始数落现在的年轻人，现在的男生都不行啊，又穷又懒，还爱打游戏。我觉得啊，男人就应该以事业为重，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才正常。天啊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让我喘口气，接下来的故事更让人瞠目结舌。这第3位相亲对象，那可真是把我这个老红娘都给镇住了。说到第3位女生，那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这位是34岁的李小姐，某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，见面地点选在了一家高档日料店。刚坐下，她就直接开门见山，我先说好啊。我这个人比较直接，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份合约，我有我的要求，你要是能答应最好，答应不了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。文杰还没回话，他就掏出了手机备忘录，开始逐条念他的要求。第一，婚后你的工资卡必须交给我管理。第二，每个月必须给我2万块钱的生活费。第三，所有重大消费必须经过我同意。第四，你父母来住的话，最多住1周就要回去。天哪，这念了足足10分钟。文杰听完后脸都绿了。李小姐，我觉得婚姻应该是平等的，相互扶持的，而不是一份苛刻的合同。李小姐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。什么叫苛刻？我这都是为了家庭考虑。你看你才27岁，没有经验，我这是在帮你。现在的男生都太幼稚了，根本不懂得经营婚姻。文杰当场就站起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合适。哎呀妈呀，这才第3个呢。第4位相亲对象给我的印象更深刻。这是个33岁的公务员张小姐，见面的时候，她先是上下打量了文杰一番，然后说了句，哎呀，你看起来好小哦，我担心我们走在一起会不会不太般配。文杰礼貌地回答，年龄不是问题，主要是看3观是否一致。结果张小姐话锋一转，那你觉得结婚后我辞职在家带孩子怎么样？反正你工资也不低，养得起我。而且我觉得啊，男人就是要以事业为重，女人就该相夫教子。文杰一听就懵了，
不是，刚才您不是还在担心我年纪小吗？怎么这会儿就要让我养家了？张小姐立马就急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吗？我都已经考虑要为你放弃事业了，你居然这种态度。我听到这儿的时候，真是忍不住想给文杰点赞。这孩子脾气是真好，换了别人估计早就翻脸了。但是更让人瞠目结舌的还在后面呢。第5位女生，那可真是把我给雷得外焦里嫩。她是个38岁的瑜伽老师，身材特别好，第一次见面就穿着一身紧身衣来。可是她一开口我就知道，这位怕是要把文杰给吓跑。那位瑜伽老师一坐下就开始滔滔不绝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人特别注重养生，平时只吃有机食品，衣服必须是纯棉的，家具都要实木的，装修材料都要环保的。对了，我觉得你这件衬衫一看就是化纤的，对身体不好，以后要改。文杰还没回过神来，他又补了一句，还有啊，我算过你的生辰八字，你是属虎的，对吧？我们八字有点冲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首先啊，你要把房子重新装修，要按照风水布局来，然后你的床头要放3颗黑曜石，每天早上要跟我一起喝果蔬汁，晚上要一起冥想。这下文杰可听不下去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这些都太玄了，我是无神论者。瑜伽老师立马变了脸色，什么叫玄？这都是经过验证的。你这么年轻，思想怎么这么固执？难怪单身。哎呀，说到这儿，我都替文杰觉得委屈。但是第6位和第7位相亲对象的要求，那更是让人瞠目结舌。第6位是个35岁的金融分析师，一上来就是一顿专业术语狂轰滥炸。你有没有买股票？基金？你的投资组合是怎么规划的？你的资产配置比例是多少？你有没有考虑过对冲基金？文杰老老实实地说，我就是每月固定买一些基金，其他的没什么特别研究。他立刻就不高兴了，现在的年轻人太不上进了，理财意识这么差，怎么能保证未来的生活质量？我觉得你至少要拿出工资的80%来投资。文杰无奈地说，我觉得理财要量力而行，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结果这位姐姐直接开始说教，你这种保守的想法迟早会被时代淘汰。看来我们是不合适，我需要一个有远见、有魄力的男人。第7位更绝，36岁的设计总监，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尺子要给文杰量身高。他说，我身高168，穿高跟鞋175，男朋友必须比我高1个头。来来来，你站好，让我量一下。文杰愣在那里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。他却不依不饶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这都是为了后代考虑。万一生出来的孩子太矮了怎么办？对了，你家里有没有近视的？头发会不会遗传性脱发？你能不能把你全家的体检报告给我看看？天啊，我当时在旁边听着都替文杰捏了一把汗，但是最夸张的还在后面呢。第8位、第9位和第10位的故事，那更是让人哭笑不得。第8位是个37岁的海归，刚从国外读完博士回来。见面地点选在了一家星级酒店的大堂，他拿着一份履历表就开始面试文杰。我看你只是本科毕业，有没有考虑继续深造？我觉得至少也要读个研究生。还有你的英语怎么样？能考托福雅思吗？因为我以后可能还会出国进修，另一半必须跟得上我的节奏。文杰还没说话，他又开始数落，你看你这穿着打扮一点都不精致。我建议你去报个形象管理课，还要学习红酒品鉴、高尔夫、法语，最好还要会2种乐器。毕竟要是将来参加学术研讨会，总不能给我丢脸是不是？文杰听到这里忍不住说，姐姐，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真诚，而不是要把对方改造成另一个人。这位海归立马就不乐意了，哎呀，你这思想也太落后了。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不提升自己怎么能配得上优秀的另一半？说到第9位，那更是让我想笑。这是个34岁的传媒公司总监，一上来就要看文杰的朋友圈，你这朋友圈也太素了吧，都没什么内容。你要学会经营自己的社交平台，每天至少要发3条动态，要有质感的美食照、旅行照、生活照，还要有深度的思考。文杰困惑地说，我平时工作比较忙，也不太喜欢刷手机。他马上就急了，那怎么行？现在是自媒体时代，
你连朋友圈都经营不好，以后我的视频号小红书要怎么运营？你知不知道当网红才是最赚钱的？最后一位，也就是第10位，是个35岁的银行经理。见面的时候，他先是打开一个表格，我给你算一笔账啊。你现在的工资是3万，但是你知道在广州养孩子要多少钱吗？幼儿园学费1年至少10万，小学要上私立的，1年20万起步。周末还要补习，一个科目1年差不多3万，所以啊，你要努力，争取5年内工资翻3倍。文杰听完后，终于忍不住说了句：“姐姐，我们还没开始谈恋爱呢，你就在算孩子的补习费了？”这位银行经理立刻就不高兴了：“我这不是为了帮你规划吗？”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懂得未雨绸缪。听完这10次相亲经历，我这个当红娘的都想翻白眼。文杰经历了这10次相亲后，终于在上周约我出来喝茶，说要和我谈谈。他说：“丽姐，我知道您这段时间为我费心了，但是我想通了一个道理，与其找个不合适的人耽误别人，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。您看这些相亲对象，有的要求男方必须年薪100万，有的要求必须读研，有的要求必须会乐器，有的连头发会不会遗传性脱发都要打听。”他叹了口气继续说：“我知道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道理，毕竟年纪大了，想要找个更好的归宿。但是感情这种事情不是简单的条件配对就能成功的。我宁可让白菜烂在地里，也不想找个不合适的人互相折磨。”我听完后心里五味杂陈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但是现在的相亲市场确实有点畸形，大龄剩女的择偶条件一个比一个高，把婚姻当成了一份投资合同。记得我奶奶常说，姻缘天注定，但也要靠自己修。确实，一个好的婚姻需要2个人互相理解、包容、成长。如果连见面都带着一堆苛刻的条件，又何谈真正的感情呢？后来文杰的妈妈打电话来说要继续给文杰介绍对象，但是文杰说：“妈，别着急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，等到遇到对的人，自然就水到渠成了。”说真的，我特别理解文杰的想法。虽然他说让白菜烂在地里这话听着有点偏激，但是比起那些带着各种苛刻条件的相亲，独自生活反而更轻松自在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其实找对象最重要的，不是看对方有多少存款，有什么学历，而是要看2个人是否真心相爱，三观是否一致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宁缺毋滥，好的爱情值得等待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说到这里，这个相亲故事就全部讲完啦。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希望那些还在寻找真爱的人都能遇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人。